恭喜段皇爷。那可是九阴真经？要不要先歇息一下？不必。请。黄道主，我改主意了，九阴真经我全都要。师父，你不是黄药师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跳下去救他？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！这是谁的身体？你说了不算。咱们俩究竟是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庄周？谁又能说得清楚？他跳下去了，是解脱；你跳下去又是为何？非但救不了他，还搭上了你自己。你现在的麻烦，都是你自己找的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树木无情方得长生。你为情爱所困，奔波劳碌，那桃花岛就是你的囚牢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你想和他平平常常一辈子，但我不是平常人。自无量山，狼环福地，修得八荒六合，唯我独尊功。出无量山，15年后在蒙古练成。至此之后这10年，你不思精进，而后又沉迷于他，你对得起过往，对得起你自己？你在意的就只有武学吗？
生，武学藏，精进苦修了多少年？你速速了却了这些牵扰，还我自在。因为他，你变弱了多少？居然会被欧阳锋用小舌偷袭，换作是我不怪他。他的家没了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太可怜了。他要九阴真经，不是为了自己。一个人变强大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拥有一个他想要保护的人。他会变强的，他变不变强关我什么事？我在意的是你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你是谁？每一年，我们在这个无尽的世界里精进苦修，为了什么？在这个无尽的回廊里，当然清净，可又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？你来看，山下点点炊烟，人间之乐，不过就是生活在这样无人惊扰的小村庄里，携心爱之人共度余生。是，可就连这么一丁点儿渺小、凡俗的愿望，世人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。我实现了，在桃花岛。桃花岛，桃花坞。我承认当初救他不明智，但我更相信，没有一片雪花会因为意外落在错的地方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呀！人间情爱，不过是幻梦一场。再说当初遇见他，本来就是个意外。如果九阴真经也救不了他呢？那就再找。有喜欢的人，想为他做很多的事情，哪怕再苦，都是开心的。他很好。我也想明白了，没有其实，没有如果，爱了就是爱了。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还会再跳下去的。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
心中痛苦，才有这幻化。事情梦幻，复作如斯观。多谢二位。九阴真经在哪儿？既然是比武，你就该遵守规矩。老道定的规矩，我为什么要守？红顶鹤王欧不惊前来讨教。金木元王薛淼前来讨教。白灵蛟王卢毅前来讨教。黑壁熊王茂三郎前来讨教。阁下又是哪位？明教教主钟觉胜。明教教主钟觉胜，久闻其名，不见其人。今日现身我华山之巅，想必也是为夺九阴真经而来。为何要夺？3年前，这九阴真经，便是我亲手放入江湖之中。我本想与天下习武之人共享这绝世秘籍，却不想引起了数不尽的流血纷争。你们见了真经，便入魔障，为一己私欲，其人掘金，最终死伤无数。这与我何干？钟教主苦心筹谋多年，必有所求，不如明言。东坡居士诗中曾言：“人生识字忧患事。”而我们这些江湖人的一切烦忧，都是从学习第1招的武功开始。不学武功，被强者欺辱时，又该如何保护自身呢？若是普天之下再无强者呢？你的野心太大了。黄道主想明白了，你倒是也不顾这些。黄道主欲寻九阴真经，是想取疗伤篇，为你爱妻治疗绝症。这九阴真经我早已看过，疗伤篇里并无治疗你爱妻的方子。你撒谎！是真是假，待正事办完之后，九阴真经我送给你。段王爷，你千辛万苦，无非是想得到秘籍之后，培养众多的得力高手，保家卫民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事成之后，这些军中高手会变成大理真正的祸端？
此话怎么说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若大理得此神君，无往不利，那吐蕃、金，包括大宋，日后再难有一夜安眠。只怕日后会化敌为友，携手联军，势必要灭除大理。我暗中观察你许久，你性子仁厚，遇事举棋不定，又时常先人后己，真养成骑兵，你又无法驾驭，岂不是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，给大理带来无尽的内战？你说你可笑不可笑？你叫嘉兰？是。我有一事问你。站在你眼前的这些人，你怕不怕他们？怕也不怕。怕什么？怕他们武功高强，动动手指就能把我杀了。我打出生之时，便只看到痴迷武学之人，个个自恃强者，互害互斗，动辄取人性命，杀人满门。但强者之上，往往有更强者，了结了旧怨，又结了新仇，无止无休，搅得这天下永无宁日。多少无辜的人因此而丧命，这武学堪称天下恶之源头。那你又为何学武？我是为了灭武。我要江湖不在，我要武林覆灭，我要天下再无强弱之分。我要以武灭武，这九阴真经便是最好的工具。你今日来是想来杀我们的？我不愿杀各位，但若各位心怀苍生，认同我所言之理，今日在这华山之巅自废武功，岂不是一桩美谈？你拜服的就是这么个疯老头子。既要灭武，你为何不自己先把武功废了？待天下太平之日，方是将士卸甲归田之期。钟教主既然执意如此，那就请不吝赐教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得罪了。
打架怎么能少了我？教主，你这是自欺欺人。照你所言，七情六欲样样对苍生有害，你也要一一消灭。武功为器物，关键在人心。人心善，武功用来除强扶弱；人心恶，则武功用来欺囊霸女。世道如此，你把习武之人全消灭了，也无济于事。你冠冕堂皇，实则包藏祸心。其实造成迦兰家破人亡的人是你，掀起武林腥风血雨的人也是你。上来！我这一生人如其名，如今被人利用，落得如此下场。上来！都是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可儿是你的骨肉，可儿在明教总舵，他在那儿等你。说什么疯话！快上来！记住，命运，我们。欧阳错，欧阳错，哥，哥，哥。师傅，
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须慎实。不足甚有余，其义薄，其理傲，其去深。天地之象分，阴阳之后列，变化之有表，死生之兆章。不谋而一计自投，勿悦而忧民思弃。既其言有危，验之事不特，诚可谓至道之宗，奉身之始矣。楚一，进。师傅。吴长老，红旗败了。本想拿着九阴真经告慰您在天之灵，可红旗无能，实在是没脸来见你，可又不得不来。重阳宫之乱，皆由我而起，害了您，也害了丐帮的名声。红旗在此向您还有众家兄弟谢罪。帮主！红旗自任帮主以来，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儿，总想叫世人看看，咱们这群人人皆可践踏的叫花子，有一天也能成为江湖上的名门正派，谁都不能看扁了咱们。我以为凭我一身武功，可以让丐帮名扬天下，能够忠心丐帮。这些年，我越发鲁莽轻狂。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功绩，一意孤行，四处拼杀，看似让丐帮声名鹊起，实则毁坏了丐帮100年的声誉。帮主，这十指连心，你又何苦呢？至于九阴真经，花落谁家由谁保管，我们本就不在乎，更不在乎这天下第一的虚名。传公说得好，十指连心。今日失了一指，却让红旗明白，咱们原本都是苦命人，能有一处容身之所，能够和大家聚在一起，早该知足了。红旗错了，如蒙不弃。让红旗留着无用之身，甘愿能行于丐帮有用之事。
师弟，此次华山论剑，我只是侥幸取胜。什么侥幸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师兄武功天下第一。哎呦！华山之巅最终一击，我也拼出了半条性命，内功也损耗了不少。可积德真经，我又不能轻易示弱于人。但是我自己清楚，我恐怕命不久矣。别说这么丧气的话，师兄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啊！我为江湖武林守护着九阴真经，也就意味着从今日起，我重阳宫必将成为江湖之中人人欲得之地。啊！还有那欧阳锋，虽然在此次华山论剑中败了，但此人野心勃勃，欲念难休，我必须未雨绸缪。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我要你同我一起去一趟大理。高昂，好兄弟，是我负了你，负了你的家人，负了所有战死沙场的忠勇英烈。此丰碑一字不着，却犹如千人万言的称颂。天下之乱，在于一人，百姓无辜。我要罪己。此次上华山，原想夺九阴真经来练兵，但经他人提醒，如今我朝积贫积弱，也经不起九阴真经所带来的灾难。边疆战乱让我愧疚劳累，不过这一方君主，不就应该势如蛟龙，杀伐果断，迅猛刚烈吗？我问自己，我适合吗？以我的心性，我能当一个好皇帝吗？或者，我该像父皇一样让位，不再耽误百姓，也让自己求个平静。在这世上，想保护好自己在意的人，就只能变得更强，哪怕不择手段。叔叔，我爹怎么没来救我？兄长救了你，也救了我。你们是不是和人打架了？打输了。叔叔，白驼山庄的武功不够厉害？白驼山庄的武功是天下第一，只是叔叔没有练好。天下第一？叔叔，你教我武功吧，我再也不想受人欺负。哼，练武很苦的，你行吗？你和爹爹可以，可儿也能做到。好，今日起，叔叔教你武功。叔叔，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回家。这话说，寒冬岁月，华山绝顶，那是大雪封山呐！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，这5位
齐聚华山之巅。他们口中谈论，手上比武，在大雪中只比7天7夜呀！那东邪是谁呀？哦，东邪是那桃花岛的黄药师。据说他一旦走火入魔，便大开杀戒，犹如妖邪附体呀！那吸毒又是谁啊？这吸毒嘛，叫欧阳锋。段皇爷，今日华山论剑，你我还尚未交手，不如我们继续比过。嗨，别比了。刚才那钟教主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九阴真经，不要也罢。这场因九阴真经而起的风波，总算是暂时得以平定。嘉兰姑娘，分别在即，不知你有何打算？如果你有学武之意，可以随我回重阳宫。重阳宫闷都闷死了，随我去丐帮吧。这次你帮了大家很大的忙，帮主许你从3代弟子做起。这丐帮就不闷吗？而且你让一个小姑娘去学你当叫花子，谁说小姑娘不能当叫花子了？说不定我们下任帮主就是小姑娘呢。多谢各位好意，我不想学武，就此别过吧。我要去过寻常凡人的日子了，希望你们别再提起我，让你们的江湖武林忘了曾经我这个人的存在吧。一开始是你送我来的，现在你送我下山吧。好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药师，我不想待在桃花岛了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你想去哪儿？去哪儿我都陪着你。曾古月，独揽枫叶，天涯处浪迹无痕无边。游侠世间，可有奇劫？不过取天地之缘。转尽是非，莫尽恩怨。风云际140000湮灭。一生浪迹长年，谈江湖如是一夜。天下怎会有匡持而立的绝学？可惜人总想争出多变。山绝巅，白驹过隙，输赢都来自心间。谁会记得我一朝一劫？
怎会有旷世而立的绝学？可惜人总想长出诺